注意看，眼前刚刚穿越的这个男人，正任由手下在他面前呼号，只因为给他看病的老道直言他时日无多，破败的家族、残缺的功法根本无法给他续。就在男人心生绝望之际，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大转盘。时日无多，你要好好保重。兵家之道，入世方可修行，练煞断法，笑震大后，要想修好，凭的就是一股一往无前的气，磨磨唧唧，情乱心迷，意念复杂，你能成什么大器？我儿，咱们王家当初也是京城大族，可惜后辈不争气，王家的以后就全都交给你了。王贤志，这冤了，要学会认命，不是世伯不肯帮你，看在你父亲的面上，不如这样，让你赵哥给你安排个校尉，最起码能保证你饿不死，以后会报答我。呵呵，贤侄说笑了。我穿越了，成了这个世界的草包校尉王璇。大人，您怎么了？完了，大人别是被三鬼吓傻了吧？这要是都为大人怪罪下来。这个世界有妖鬼邪祟，也有修仙问道，可我这身体传承的兵家断体术，引煞气入体，杀伐惊人，却代价巨大。这个世界有妖鬼邪祟，也有修仙问道，可我这身体传承的兵家断体术，引煞气入体，杀伐惊人，却代价巨大，不修性命，长生无望。更倒霉的是，这功法还是残缺的。就在此时，王璇眼前突然嗡的一声，一个海碗大的透明八卦罗盘凭空出现，八卦罗盘缓缓旋转，王璇神情惊愕，见身边的两个军汉没有察觉到异常，他这才放下心来，抬眸仔细观察。这是什么？王璇琢磨不透面前的这个转盘是什么东西，但似乎在这修真世界出现任何诡谲都属合理。而那轮八卦转盘似乎听到了王璇的疑问，做出了回应。天道推演盘可对万法进行推演融合，速度与人望等级挂钩。目前人望默默无闻，可推演法门兵家阴煞断体术参。金手指，我的金手指到账了。你们先出去吧。是。长生无望，功法残缺，现在可未必了。开始推演。这么慢也行，毕竟是逆天改命的功法，慢点也正常。99%就差最后一点，卡住了。男人头顶有一个金色转盘，旋转一周，男人就可以获得一个完美功法。可下一秒，金色转盘竟然在99%时卡住了。金色转盘的动力来源竟是男人的声望。人望不足，推演暂停。望，原来如此。想要推演功法，还得让世人知我名号。我确实寸步难行。大人不好了，静妖司的巡视大人派人来转，说要请您立刻去县外除妖。静妖司，大燕王朝专门清理邪祟的机构，比其镇邪军的有名无实。静妖司中能人甚多。静妖司真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只不过就连静妖司都解决不了的妖邪，会是多大的麻烦事罢了。先走一遭，去看看情况再说。王校尉，久仰在下静妖司巡视陈琼。陈大人客气了，情况如何？此处发现妖巢，已有数名百姓遇害，我本想自行处理，奈何那妖物凶猛。这位是丑佛儿，修的是七宝罗汉法身，有金刚不坏之身，可惜须有我在旁指引，但妖巢妖物太多，需要王大人堵另外一边洞口。七宝罗汉发身属于金身法，佛门的金身法涅槃心和道门的炼形炼神术一样，都是真正成仙成佛的法门。此时丑佛儿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对着黑暗的林中嘿嘿傻笑。明白了，我镇邪军的职责便是守护一方安宁。陈大人，请。小心！孽畜，找死！好快的枪！王校尉的兵家煞功果然名不虚传。是妖王山魈。好惊人的防御和力力。这是皇家秘传的封神术葫芦，怎么会出现在妖王身上？此事大了，此事重大，陈某先行一步。达斯启之妖玺爆出来的不是999屠龙刀，也不是麻痹戒指，竟然是一张人族封神术拓印，事关人族存续根基。男人决定先融合自己的功法再说。封神术乃皇家禁术，上古人皇传下，传闻和他这兵家道一般，社稷长生不可兼得。古来帝皇寿命不过100，但封神术可封天下神奇，护佑万民。一场大战之后，似乎又引出了更为惊人的秘密，但前路漫漫，对于此时此刻的王璇来说，那些事离他还是太过遥远。乖，我以前还以为王校尉是个关系上位的，这样我才知道校尉是真人不露相啊！那一枪你看到了吗？就唰的一下，那磨盘大的狐妖脑袋就开了个洞，太猛了！不清理干净，所有妖物残骸带回军营，另有用处。收队。是校尉。
大道推演盘，斩妖除魔，积攒能望，便可推演世间万物。兵家阴煞断体术推演完成。当阴煞断体术推演完成之后，王玄瞬间明悟，这种道心通明的畅快感，在此之前从未体验过。王玄明白，是突破的时机了。兵家修行阴煞断法，第一境师斗煞门。好霸道的狮斗阴煞！在王玄突破之后，那股浓重的阴煞之气瞬间笼罩他的整个身躯，这是他真正意义上成为兵家的第一步。小伟早，小伟早，开启进阶推演，兵家第二境俯视煞轮，所需名望声名鹊起。声名鹊起吗？看来想在这乱世安身立命，光是微有薄名还远远不够啊！男人一直觉得自己的功法很强，特别是有大道推演盘将功法推演完美后，但下一秒男人手一抖，把另外一本功法扔了进去，两本功法竟然开始融合。军中这本血煞断体术竟然也是残片，而且残缺的方式和我们王家祖传的阴煞断体术如出一辙。本朝立国以来，被以各种罪名诛杀的兵家大将足有10数位，看来兵家传承的断句并非偶然。若我能将这两部残片融合推演，融合推演兵家血煞断体术、兵家阴煞断体术，所需名望威名赫赫。威名赫赫比声名鹊起的要求更高，看来必须尽快找到提升名望的方法。我虽有斩妖之力，但永安县中单凭镇邪军巡逻，如大海捞针，想要主动猎杀妖邪，必须有追踪定位阵。客官好眼力，这可是前朝的古籍，讲的是如何豢养奇珍异兽，其中就有饲养探妖灵犬的法门。多少钱？看您是识货人，300两银子，不能再少了。竟然是真货！爽快，客官真是爽快人，看您这么有诚意，这小东西就当是附赠。客官慢走，这狗虽不起眼，但通人性。小伟，王小伟。何事惊慌？报告小伟，南山谷出事了，一支从阜城来的商队在谷内遇袭，现场惨不忍睹，尸体都被吸干了血肉，不像是山匪所为，倒像是邪祟。机会来了！你以为的大雪纷纷还在巡山的镇邪军为国为民，实际上镇邪军校尉只是想扬我威名，推动大道推演盘进度，杀妖越多福越多，俗称杀多多。小伟就是这里了。看这死状，和卷宗里记载的邪祟石狮经一模一样。出来！小伟小心，这东西有点事，得小心。小伟太强了。融合进度又提升了，看来斩杀妖邪、扬我威名，确实是变强的最快途径。南山谷只是开始，如今大雪封山，商旅断绝，山匪匿迹，对寻常人来说这是寒冬，但对我们镇邪军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山中潜藏的妖邪，此刻正是最虚弱、最饥饿的时候。他们是永安县的祸害，也是我们的军功，是换取荣华富贵的银钱。本校尉决定，即日起全军入山，进行为期1月的冬狩，炼妖、练兵。你们敢不敢随我走一趟？愿为这将小嗣，愿为这将小嗣，愿为这将小嗣。怎么回事？地龙翻身了。不是地龙，全员见截枪阵。四色妖在，好强的防御，攻击他腹部。注意看，这个男人刚刚枪挑了一只白毛僵尸，下一秒就有一个转盘砸在他头顶。随着男人的声望提升，男人的实力也更加强大。为了获得更强大的实力，男人决定继续去野外刷怪。但下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而来。小师妹，我们到了，这便是永安县。山野小县，灵气稀薄。3年前血迹一成的大魔头安蜀生，真会藏匿在这种地方。越是这种不起眼的地方，越是灯下黑。根据司礼密报，他最后出现的气息就在这永安左近，此人狡诈无比，我们须得小心行事。找到了，直接就地格杀！我萧家门下最恨这等草菅人命的行凶。痛快，跟着小伟不仅能立功，还能顿顿吃肉，这冬狩来得太值了。是啊，一条蛇妖，一头黑熊，回去都能换好几亩上好的水田了。越是顺利，越是反常，这山里恐怕不止这些东西。安爷，好旺盛的血气，全是军中精锐，这要是全炼化了，您的修为
正好30多名气血充沛的施主。二位大人，本县历年的要事译文大多都记载在这永安县志里了，只是年代久远，还请大人小心翻阅。有劳道长了。在这种故纸堆里能找出什么？那妖道安蜀生奸猾似鬼，岂会留下文字线索？小师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任何蛛丝马迹都可能引导我们找到真相。太阴门顾家山城，太阴门几百年前就被灭门的邪派，一个遗迹罢了，有什么好看的？注意看，这只可爱捏小蛇蛇足足有10几米长，但下一秒一杆长枪就贯穿了小蛇蛇的脑袋。小蛇蛇可爱死了。男人之所以杀蛇，是因为只要击杀妖邪，提高声望，男人就能变强。杀完蛇妖，男人决定继续猎杀，但忽然出现一阵迷雾。太阴门顾家山城，太阴门几百年前就被灭门的邪派，一个遗迹罢了，有什么好看的？不，你看这里，书中记载，顾家山城曾供奉着太阴门的至宝太阴炼形图。观想图。所谓观想图，是上古大能将自身道法领悟刻录而成，后人观之，可窥大道。这太阴炼形图便是其中一种，专精锤炼肉身，若被邪修得去，后果不堪设想。安蜀生是为了这个来的，之前南山谷的石狮精恐怕也和这太阴门的遗迹脱不了干系。正是，此图绝不能落入妖道之手，我们即刻上山。这鬼地方连条正经路都没有，那本破书上的地图到底准不准？方向没错，但这里的地脉之气有些古怪。你看，明明是寒冬，那些松树却像是被吸干了所有生机，连针叶都呈现出一种死灰色。是妖气？不完全是，更像是一种阴邪的死气。我们离目的地不远了，大家多加小心。陈大人，地图上没说这里有座庙啊？管他是什么，定是安蜀生的老巢。看我一剑平了他！等等，你们看，怎么会？这座庙没有活人进出，安蜀生或许在里面，但这里更像一个请君入瓮的陷阱。呵呵，终于来了！禁妖司的巡视，萧家的小妞正好做我这阴庙大阵的头道祭品。1、2、3、4，才这点人，这点血势，哪里够资格请出老祖的太阴炼形图？注意看，这只鼠鼠一直在被人追杀，原因它是江湖上被通缉的邪修。为了能够获得书中炼形太阴图，他不惜用数人的生命为代价，启动古老遗迹中但下一秒，从遗迹中生出来了是真尸。呵呵，终于来了！禁妖司的巡视，萧家的小妞正好做我这阴庙大阵的头道祭品。1、2、3、4，才这点人，这点血势，哪里够资格请出老祖的太阴炼形图？去把山里那队官兵引过来，用鬼打墙困住他们，让他们在恐惧中把精气神耗尽，再带来这里。等王玄和他那几十号精壮士组成了祭品，阴庙大阵彻底起火，这顾家山城就是我的。头儿不对劲啊，这地方我们是不是走过了？你看那棵歪脖子树。是啊，我记得我还在上面做了记号，怎么又绕回来了？安静！鬼打墙！哼，妖人小道！全军听令，劫煞阵。是。破！这幻觉破了，将军是位，将军是位。这是什么情况？请王校尉速速支援，我等正在附近阴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别急，这庙有古怪，他在活过来。全军戒备！不好，大家小心！啊，鼠鼠死了！逢死鼠鼠的男人没有半分罪恶感，只因这只鼠鼠是江湖上被人气的邪修，还妄图与僵尸合而为一，增强实力，结果被男人一枪捅死。下一秒，僵尸体内蹦出了5颗珠子。就在众人惊讶这5个宝贝时，珠子被狗吃掉了。嘿，太多了，根本杀不完。这些东西不知疲倦，我们的法力撑不了多久。结阵！城隍庙助理守心那老道士的传信飞剑，果然没指错路。放箭！是破邪剑，居武中的煞气专克阴邪。长矛手飞进！杀！不好，安蜀生进庙了。清理余孽，守住庙门。王玄，你来晚了。等我与这百年尸王合为一体，你们都将成为我登临此界之间的祭品。他在献祭自己，强行合体，快阻止他！啊！感受这力量，这不朽的身躯。
好强的士气，我的剑都快握不住了。攻击他的头，他还没完全融合。天法巡行，诛邪。注意看，这5颗色彩各异的宝珠是从一只数百年僵尸里爆出来的，但下一秒便被一只狗给吃掉。狗主人不仅不道歉，还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模样，只因男人是打死僵尸的主力。就在男人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脚边掉出一张卷轴。五脏华宝啊，百年尸王一身精华所凝，一颗便能让修士脱胎换骨，他就当糖豆给吃了。暴殄天物，王璇，这就是你养的好狗。算了，不过相依，吃了就吃了吧，总比留给那安蜀生要好。这小东西肚子倒是越来越像个无底洞物。太阴炼形图，这是太阴门的根本传承秘法。我对此物没兴趣。一个烫手的山芋，此图现世的消息一旦传出，太阴门必然会倾巢而出，与我等不死不休。我没有那妖多时间，我麾下将士还缺衣少食，等着军资续命。萧姑娘，我想请你帮个忙。我听闻令兄执掌的珍宝物乃是天下第一商号，我想将这太阴炼形图委托贵阁进行拍卖。王兄三思，这可是无价之宝，足以开宗立派的传承，就这么卖了？死物而已，若能换成2饷兵甲，救活我成千上万的弟兄，值了。好，此事我应下了，拍出的价格由我来定。多谢。烛火摇曳，王玄正盘膝坐在床榻上，闭目调息。草垫上，阿大睡得正香，发出轻微的鼾声。在昏暗的阴影中，他头颅两侧的皮毛下有东西在微微蠕动，除了原有的2只耳朵，阴影里悄无声息地长出了一对、2对，一共2对崭新的毛茸茸的小耳朵。男人面前的不是神雕，也不是沙雕，而是一只奇异的白毛鹰。男人买不起这样的宠物，但这白毛鹰是别人送的，只因男人实力强劲，传遍周遭，被请去帮忙撑场面，只要答应，好处多多。冬至过后，大雪覆盖永安城。汪将军，许久不见，风采更胜往昔啊！今儿我老唐特地来给您送一份新年贺礼。金眸玉爪，好一头海东青。哎呦，将军这狗也非凡撇啊！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有什么事？将军慧眼如炬，是这么回事。小年夜，我与四海门另一分堂摆下赌斗，争夺山阴县地盘。我想请将军您过去帮我撑个场面。就为了这个？就为了这个，只要将军肯赏光，这只海东青就送给您。他能驱魍魉，最善高空侦察，您行军打仗肯定用得上。好，我答应你，因我收下了。畜生，跟着我是你3生修来的福分，给你个机会，自己选。妖变经中的血气之术，正好拿你试试手。以我之血结尔之魂，敕令。以后你就叫小白吧。将军说。府库里的存粮已经见底了，弟兄们冬衣也短缺，这么下去，别说开春，恐怕连这个年都撑不过去。还是钱粮的问题，看来所有的希望都得寄托在那场拍卖会上。太阴炼形图，萧家珍宝，但愿不要让我失望。开春之后，我要搜山，不仅需要粮草，更需要大批的战马。这一切就看上元节了。这个男人进入饭店，但他并不是来吃饭，而是来看戏的。就在不久前，他刚刚收了人家的一只白毛沙雕，答应了人家要来镇场子。两边打扮激烈，看似不分伯仲，但男人知道决胜局还得自己出场。将军，您看这位置还行，楼下人多眼杂，还是这儿清静。王愣子，你小子来干嘛？我说来找茬，不知你信不信？找茬就凭你？什么荡寇将军，几百年的老黄历，还真当自己是名门之后？不过仗着赵都尉提携而已。来了，让你值手。算了，都是同僚，莫伤了和气。诸位，今夜赌斗，魂斗为先，有请戏彩门罗家班对阵金玉堂金家班。金班主别来无恙啊，今儿个就让我这徒儿给你开开眼。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仙猴献桃，贺寿千年。那颗桃核在空中竟肉眼可见的发芽、生长、开花，最后结出一颗硕大饱满的仙桃。同时，一只金色毛猴幻想从无到有，摘下仙桃递向台下。区幻术也敢献丑？好个金家班，敢伤我徒儿！赌斗本就有损伤，罗老板玩不起了。玩不起，今天就让你看看我戏彩门的镇门之宝。一团幽绿色的鬼火骤然亮起，绿光瞬间笼罩全场，灯壁上无数鬼影活了过来，掀起阴风阵阵。百鬼夜行灯，你竟然把他带来了！罗老板手段通天，金某认栽。金班主，当年你我有恩，今日却……这个男人身上的铠甲很不一般，不仅仅能够防御攻击，还能用波纹攻击别人。但下一秒，这个男人就被一枪干人。第二场，刘校尉对野火道人。擂台上重新上了2。比试一开始，野火道人被贼空中空追到，
火龙撞在刘大马子的胸甲之上，烟尘散去，刘大马子依旧站在原地，毫发无损。他身上铠甲的狰狞纹路闪烁着暗红色光芒。野火道人就这点本事，给老子挠痒痒都不够。怎么可能？我的三昧真火竟然……他双手再次结印，浮尘狂舞，数十颗拳头大小的火球凭空出现，连续砸向刘大马子。刘大马子不闪不避，任由火球砸在身上，发出一连串沉闷的爆响，没有任何作用。道长，你的戏法耍完了，该轮到老子了吧？一股无形的血色波纹以他为中心骤然扩散开来，空气中响起无数空灵嘶吼。野火道人身前的护体罡气首先被血色波纹震碎破碎。来人，收敛野火道友尸体，好生安放。这一局汤某输了。唐老板认输，此战留校为胜。王愣子不是要替人出头吗？你下来啊！刘大马子这一吼，瞬时间所有视线集中在王璇身上。那便是永安的府军首领王璇，听说是出了名的草包校尉，果然有些冷。今日这局势就不该来。你消息过时了，听说他斩杀妖狐，如今在永安名声甚好。开什么玩笑？那可是血浮屠啊！嘿，还别说，这王校尉却有一副好皮囊。人说府军废弛，看样子，妈的，这刘大麻子无非仗着好铠甲，有本事。急什么？且看着吧。王玄王校尉应战，武斗继续。这个男人身上的铠甲很不一般，不仅仅能够防御攻击，还能用波纹攻击别人。但下一秒，这个男人却被一惊干掉，只因干掉他的奶，拒绝不了加钱。王愣子，你这细皮嫩肉的，可别怪老子的连家不长眼，一不小心把你打成肉泥。废话少说，你这身龟壳瞧着挺硬，不知能负你几时。找死！这刘大麻子力大无穷，又有宝甲护身，老大这么跟他耗下去，体力迟早不支啊！莫急，你看校尉，大燕西原始者，兵使长城而战，死战者无不伤残，你却好生生在这里耀武扬威。北疆环境恶劣，屠苏元帅念你们守土苦劳，才没有追究。莫真把那副残甲当作荣耀，哼，色厉内荏，也配在王某面前犬吠。你他娘的找死！血浮屠声名大，皆因他是军阵，万众齐心，悍勇镇压一方。离了军阵，不过普通煞气而已。天啊，赢了！那个王校尉竟然一枪就破了破阵甲。玉面银枪，好一个玉面校尉！永安府军何时出了这等人物？胜者王玄，王校尉。王璇环视全场，目光最后落在了2楼唐子雄的身上。此人绝非池中之物，传我的话，山阴堂口的事立刻交接。另外备一份厚礼，我要亲自拜访王校尉。注意看，这个男人的头顶砸下来一块发光的轮盘，只因他在刚刚的比斗之中轻而易举地干掉了他的对手。此时此刻，他的名望达到了小勇气，先前融合的功法进度即将圆满。大人威武，咱们怎么不留下？大人出手，先是破刘大麻子虚名，随后神枪显威已经足够。信堂的是四海门人，那里水太深，维持交情即可，不能被缠住。郭老说的没错。王璇脑海中天道推演盘渐渐变化，声望小有名气，融合太阴炼形术残本，进度99%、100%。原来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太阴玄煞，引天阴聚地煞，以天地之气淬炼己身。老大，你可回来了！你不知道，现在整个永安城都在传你玉面银枪的名号。唐子雄那老小子也派人传话，说山阴堂口即刻交接，还要备厚礼来拜访您。兵部800里加急军令，永安镇协军府校尉王玄何在？我就是。这各府镇协军校尉于正月初10前赶赴府城述职，不得有误违令者，军法处置。他娘的，这是什么意思？大年初一就下这种催命谱，从永安到康源，快马加鞭也要7、8天，这不明摆着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吗？张衡，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何要所有校尉都去康源，还要述职？我听闻朝中早有风声，要对各地军府进行改制，他就应在此事上了。老郭说的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述职，倒更像是一场鸿门宴，把所有手握兵权的校尉都集中到一处，方便他们一网打尽，或是逼我们站队。那大人，此行凶险，我们能不去吗？不去，军令如山，抗令不遵，就是谋反。他们正愁抓不到我们的把柄，这一趟是非去不可。我倒要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刘顺，你留下，看好军府，无论康源发生什么，守住永安是第一要务。张好，老郭，你们2人随我同去，即刻收拾行装，我们即刻出发。是，老大人。注意看，这个拿着银枪的男人很强，只因他刚刚达到了小有名气，名气越大，他的实力越大。但当他来到四海门客栈时，却有人当着面抢走东西。祁隆，这么巧的吗？还有金家班的人。露了头，老子流年不利，又栽了。这2人气息不稳，一人重伤，一人心神不宁，怀中之物似乎有淡淡的元气波动，是某种法器。
是血一道。人徒死。结，萧家的赵管事，咱们又见面了。把山阴谷物交出来，我留你一个全尸。你休想！找死！大哥就是那东西。是。镇邪军在这，不想死的都过来。张衡带人守住左翼，金班主护住妇孺。郭先生，符剑。郭路全立刻递出一支刻满符文的剑矢，王玄弯弓搭箭，剑矢顶端的符文瞬间亮起红光，爆裂符剑如一道流火，精准的射向法，把他轰然炸碎。那几头凶悍的僵尸动作猛地一致，身上冒出阵阵青烟。该死，是镇邪军的破煞剑。结，又来一个送死的镇邪军，正好拿你的血肉祭我这宝贝。这太阴玄煞果然罢，连这种邪术都能抵挡，妖孽受死！我的青铜符，东西到手，撤。多谢王校尉救命之恩，但那青铜符绝不能落入血一道和太阴门余孽之手，那关系到一场天大的祸事。注意看，面前这个恢宏的府邸是当今滨州镇邪军都尉的府邸，但上面贴上了封条。赶了几天路来到这里的男人瞬间傻眼，只因赵都尉是他的世交，与他有恩，他得想办法把赵都尉从大牢里给捞出来。怎么回事？赵都尉的府邸怎么被封了？住手！这是官府的封条，不能乱动。情况不对，都尉府乃军方要地，就算赵都尉犯了事，也该由军法处置，怎会由地方官府查封？太不合规矩了。老伯，请问这府上是出了什么事？为何会被查封？嘘，小哥，你外地来的吧？赵都尉出大事，说是他监守自盗，把调兵的虎符给弄丢，这可是通天的大罪。前日全家就被打进大牢，估计这辈子都出不来了。虎符，赵都尉治军严谨，视虎符如命，怎么可能会丢失？这其中必有蹊跷，麻烦郭先生去查一查。查清楚了，事情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得多。说，朝廷空降了一位王爷来主持北地军府改制，赵都尉本想投靠王爷，谋个好前程，可就在他去军府拜见的路上，半道被一伙江湖艺人给拦住了，说是演什么仙人道逃的戏法。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他怀里的虎符就不翼而飞了。他娘的，什么仙人道逃，分明就是冲着虎符来的。这帮江湖杂碎胆子也太大了。这事不简单，我托人打听了，那伙江湖艺人背后是荆门和封门的影子，他们这不叫偷，叫利奇。利奇？对，军府改制，他们也想插一脚，拿一个都尉开刀，窃走虎符，就是要向新来的王爷和整个北地江湖宣告，这片地界他们说了算，赵都尉就是他们利奇祭天的第一颗人头。郭老，萧巡使在什么地方？听说在小月庵。注意看，这个男人得知自己的好友无罪被抓，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救人，而是来到了一个尼姑庵。只因这个尼姑庵中有他认识的世家大族妹，他要寻求这个妹子的帮助，去找能够营救好友的办法。萧小姐，我为赵都尉的事而来。你都知道了？我只知道他被人陷害。陷害他只是成了棋盘上一颗被率先吃掉的棋子。朝廷颁布开荒令，新来的王爷代表皇家，我们这些旧世家要守住基业，还有那些藏在暗处的江湖法脉也想趁势崛起。三方决力，赵都尉急着站队，就成了第一个牺牲品。难道就没人能救他？萧家也不能吗？救他？谁救他？谁就是所有人的敌人。王玄，这不是你一个小小校尉能掺和的浑水。听我一句劝，离开康元城，回你的镇邪军，这才是你唯一的活路。大人，难道咱们真就这么走了？眼睁睁看着赵都尉蒙冤等死？萧小姐说的对，这不是我们能硬碰硬的局，对方是江湖法脉，用的是江湖手段，我们若以官府身份介入，处处受制，只会落入他们的圈套。郭先生说的对，既然是江湖法脉设的局，那咱们就用江湖的规矩来破了这个局。大人的意思是借势，他们能立起，我们就能拆旗。江湖不只有荆门、封门。郭先生，你替我把消息传开，就说既然他们立了旗，那我镇邪军王玄明日晚间就用江湖规矩来拆他们的旗。请大人放心，用不了多久，全府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消息的。王浪子果然有一手，可惜不自量力罢了。明天老子去给他收尸。快拉倒吧，还用得着你？咱们自身都难保，军府改制竟然要清洗，妈的，一个个装聋作哑，现在才说。利益斗人心呀，咱们没后台，怕是逃不过此劫。我看不如早点递上辞呈，至少能保命。注意看，这个男人正在接受江湖人士的车轮战，只因他要救下自己身在大牢里的朋友，而他也清楚的知道，让他朋友身陷囹圄的正是这些江湖人士。只要今晚将这些人打服了，就能救出自己的好友。各位乡亲父老，江湖同道，都说虎符石窃乃赵都尉坚守自盗，可谁知他与王校尉曾是沙场袍泽，有性命之交。如今王校尉为证固有清白，在此以身作局，愿接天下英雄挑战，此乃就顾恩之举，义薄云天啊！柳当家，今夜这规矩就由牢阴门主持了。规矩就是规矩，车轮战可以，但谁敢下黑手？别怪我刘某人那倒不认人。
正邪君王玄频到常远山，请教阁下阵法。常远山将罗盘往中一抛，口中念念有词，霎时间雾气弥漫，四周的房屋楼阁化作一片石林迷宫，将王玄困在其中。小白振翅飞入高空，盘旋一圈后，朝着一个方向补充尖笑。原来阵眼在此。你怎么可能一眼看破我的八门锁魂阵？雕虫小技！红林禅院法念，请王校尉往升级了。太阴玄煞，专克妖险。王校尉神威盖世，小女子玉钗对您倾慕已久。此子竟连破4门，再让他撑下去，我们立的旗就要被他彻底拆了。不能再等了，天亮之前必须杀了他。注意看，有3具僵尸正朝男人飞来，男人丝毫不慌，甚至还有点想笑，只因他正在接受江湖人士的车轮战。他只要能在今晚上获得胜利，他就能救出自己身在大牢中的好友，顺便还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名望。王玄，车轮战可没说，不许我太阴门的前辈出来活动筋骨。侯老九，这便是你们太阴门的新手段吗？原先扮人扮鬼，现在干脆不做人了。我太阴门的事，轮不到你来多嘴。话对。3具飞将同时从3个方向扑向王玄，其中1具飞将在半空中张开，噗的一声喷出一片夹杂着湿气的乌黑铁针。王玄瞳孔一缩，长枪猛地一扫，勉强荡开铁针。另1具飞将的利爪已到近期，王玄横枪格挡，整个人被震退数。好强的湿气，好硬的肉身，不能被他们近身。阿福借出手上上去，咬住那飞将的小腿，飞将只是一则，便将阿福重重甩飞，撞在墙上。但下一秒，青色的阿福翻身而起，不断骚扰着王玄，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不能再拖下去了。阿福撑不了多久。这是符使煞轮突破了，兵家第2计就是现在。庶子敢毁我门中至宝，太阴门该收手了。柳金刀，你敢插手我太阴门的事？规矩就是规矩，况且那边亭子里的桂云可一直看着呢。有了这一出，再加上虎符失而复得，就算是王爷也没有再关押赵都尉的理由了。王都尉怀贤不请自来，还望海涵。客气了。都尉一夜连败太阴门高手，更是在冰解煞轮中临阵突破，这份天资与胆魄令人佩服。莫家主的消息真是灵通，不知今日前来所谓何事？为合作而来。王都尉如今虽暂代都尉之职，但根基尚浅，军府之内世家盘踞，可谓是与虎谋皮。哦，莫家主有何高见？我莫家愿举族迁往永安，族中子弟可入伍参军，听凭都尉调遣。我莫家积攒的丹药、符箓、军械资源，也可投入镇邪府军。条件呢？镇邪府军未来开拓所得的半数收益归我莫家。王都尉，你我2家联手，岂不美哉？莫家名为合作，实为投资。见我潜力出血，便想提前下注，将我绑上他们的战车。虽是与虎谋皮，但我眼下正缺粮草兵马，不妨暂且应下。好，希望我们合作愉快。校尉张远贪墨军饷3万两，克扣抚恤，按律当斩。校尉李成私通北蛮，贩卖军械，按律当斩。校尉王爷饶命，王爷，我等冤枉啊！拖出去！军府改制，自今日始，财权独立，令赐开荒令，准许府军自行开拓财源，尔等可有异议？末将不敢。杀鸡儆猴，这哪里是整顿军务，分明是王爷与各方世家达成默契，重新划分地盘，而我不过是棋盘上刚落定的一颗棋子。这所谓的财权独立、开荒令，不过是让我这颗棋子去为他们开疆拓土罢了。上元节将至，康元城内龙蛇混杂，暗流涌动。1年1度的贺武楼赏宝会如期举行，这赏宝会倒是热闹。王都尉，你以为这真是赏宝的地方？此地名为赏宝，实则是个销赃与消息互换的黑市。你看那边，萧家的人正在盘查入场者，恐怕是在布网。还有，我刚得到消息，太阴门有位闭关多年的长辈，似乎成功破关，已入炼气化神之境。陈家那对兄弟，据说也潜入了康元城，不知在图谋什么。炼气化神，太阴门又多一尊大高手，这康元城真是越来越乱了。下一件拍品，残缺军阵图1张，据传乃是前朝名将遗物，起拍价100两。这军阵图的气息与我的兵家煞轮竟有几分呼应，110两，无人竞价。王玄轻松拍得。最后一件拍品，太阴炼形图，此乃太阴门无上秘法，起拍价1000两。话音刚落，一个阴冷的声音从2楼包厢传来，1000两。满场寂静，无人敢与太阴门争抢。他们竟用这种方式以底价拿回，这是在向我示威。王都尉，莫家主久等了。
炼气化神是2个炼气化神境界的绝顶高手。王都尉年纪轻轻，便已是兵家2境，前途不可限量啊！王都尉的太阴炼形图，我太阴门借来参详一番，都尉应该不会介意吧？既然是贵门之物，物归原主，理所应当。太阴门、萧家这些盘根错节的世家大族，底蕴深不可测，随意就能派出炼气化神的高手坐镇。这盘棋比我想象的还要凶险100倍。呵呵，王都尉深明大义，此事就此接过。来，我们继续欣赏陈大家的决议。雕虫小技，幻术罢了。哼，终于忍不住了吗？给我拿下！是县请，萧经理，你早有准备。就凭你们这点伎俩，也想在我萧家的地盘上夺宝，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便是血衣道的同党吗？什么人？令牌，我的令牌，封锁鹤舞楼，给我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康元城的水比我们想的还要深。鹤舞楼一夜，萧家设局擒贼，却被神秘人渔翁得利，令牌被盗，血衣道重现，皇家秘藏的传闻如风暴般席卷整个滨州，各方势力闻风而动。王都尉，咱家奉陛下旨意前来担任随军长史，名为辅佐，实为监督。都尉年轻有为，可千万别让陛下，也别让咱家失望。临长史严重，有长史监督，我永安府军上下必将更加恪尽职守。大人，不好了，那张人皮刺神荼出事了。此物煞气太重，竟已生出精怪之兆。杜春妮，你请的人到了吗？回大人，已经到了。后兄的杀物已是上好的宝材，都尉大人，此物若交给我，不出7日，便可为您制成一面八荒精神鼓，鼓声一响，可震慑敌胆，乱其军阵。好，此事就交给你了。王玄，400精锐子弟已全数在此。永安的父老乡亲们都看到了吗？连并州第1世家墨家都派出了最精锐的子弟加入我永安府军，这证明什么？证明我永安军是英雄用武之地。我宣布，今日再扩招500人，名额有限，待遇从优。想建功立业、想保家卫国的，就别当孬种，错过了今日，再等10年。我保命，我儿子也保命。算我一个，给王都尉效力，值了。这家伙真是把人心算计到了骨子里。人有了，接下来便是兵甲、粮草与营地。东山那片地是时候去探一探。血衣道、萧家、太阴门，你们的棋局，我王玄偏要来搅上一脚。太阴玄煞断体术第2重成了，不动如山，石破天惊。这军阵之法果然与武道相通。大人，您让追查的血衣道线索有眉目了。我们在城外黑风山发现一处山神庙，有古怪。召集人手，立刻出发。头儿，这几个法脉的弟子细皮嫩肉，就是不经折腾，还没送到总坛就死了俩。死了正好，血石不能断。等总坛的旱魃炼成，整个并州都是我们的天下。人参妖香，果然是血衣道的邪术。哪来的官兵？找死！兄弟们，宰了他们！结阵，不动如山，石破天惊。多谢都尉大人救命之恩，在下乃清福宗弟子杨泉，非这些妖人所擒。你们可知他们的巢穴在哪？知道，他们的大本营在100里外的云梦泽深处的溶洞里。他们抓了许多百姓和我们这些法脉弟子，似乎在炼制旱魃。从杨泉口中，王玄得知了血衣道的惊天阴谋，一张针对云梦泽溶洞的围剿大舞就此展开。血衣道巢穴易守难攻，只有一条水路可入。我意由我亲率府兵正面佯攻，由我亲率府兵正面佯攻。大人放心，我的八荒精神鼓定叫他们心神大乱，阵法自破。我将带领墨家供奉，从侧面峭壁潜入，直捣核心，营救人质。诸位，此战关乎永安存亡，更关乎滨州万民，只许胜，不许败。永安府军随我杀！这里居然还藏着一座古墓，隐山宗是上古的炼体宗门。云梦泽一战，永安府军摧毁了血衣道的巢穴，解救了数百人质。王玄也意外获得了隐山宗的传承。经此一役，永安军府威名远扬。报大人，三阴郡出现旱魃踪迹，此地监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血煞断体术与刺青秘术若能融合，我的实力还能再进一步。大人，朝廷送来的4项军旗到了。我宣布，永安府军今日正式成型。杜春妮在，命你执掌朱雀旗，掌全军斥候与情报。莫怀贤在，命你为军师，兼领白虎旗，主杀伐决断。青龙、玄武2起，带有功之将上前执掌。从今日起，我永安府军当护右翼方，荡平一切来犯之敌。荡平来敌，荡平来敌。得4项军旗后，王玄将永安府军重编，射搜山、破鞋、荡扣、铁甲4营，各司其职。4项奇门阵演练纯熟，军威大振。王都尉，贫道有要事相告。道长请讲。云梦泽一役，我回去翻阅了教中古籍，血衣道的背后恐怕没那么简单。
道长的意思是100年前，我太一教曾联合各大法脉，在镇魔窟镇压了一位邪神，号太岁神君。此疗肉身不灭，精血可化万千邪祟。我怀疑有人在打那太岁神君的主意。太岁神君山阴郡的旱魃也与此有关，极有可能。旱魃乃至阳智慧之物，非同小可。山阴城如今恐怕已是人间鬼域。山阴城已被邪祟占据，全军听令，劫破邪阵，随我入城。刘守明，你这叛徒竟敢在此修炼人丹邪术！人丹术，哈哈哈！赵守清，你懂什么？待我攻城，便是当世真仙。不对，他身上的气息阴门诡异，与血一道的法门同源，但更加精纯。这根本不是人丹术，装神弄鬼。你一力之光也敢争辉？你说太岁神君的秘密？不好，是城隍庙的阵眼，那里有至阴抱阳的月火经，被他夺走了。铁师叔，守清，我已找到守玄失职的下落。太岁神君非神非魔，乃天地间1等1的灾殃。旱魃只是其精血所化的一缕分身，你们好自为之。他刚的玉虎金地找地方炼法，传令以此地为中心，布下净土符阵，以幻术遮掩，设伏待敌。是。追击谷中僵尸途中，王玄却在石塔处发现一处地阴寒泉，此乃炼体至宝。他当即决定渡关，锤炼肉身，以求突破。血阴煞轮成了，太阴玄煞断体术终于圆满。原来如此，魂魄清晰可见，这便是兵家修士的破局之道。王玄并未停歇，立刻率部再入古战场，收割煞气邪物，以助军士提升修为。荒芜的古战场上，永安府军结成战阵，与无数妖怪激烈厮杀。王玄立于高处，并未出手。诸位，您看这个，是从一具格外凶悍的七雄碑师身上找到的。好弓！阴沉木是打造军械的绝佳材料，传令将作营，给我以此为蓝本，改良所有破甲剑。此物可让我永安府军战力再上一个台阶。诸位，渠城800里加急，血一道余孽在渠城地界作祟，一夜屠戮3座村庄，手段极其残忍。血一道竟还敢如此猖獗！渠城守将刘轩、刘父兄弟上报说是并州侠士白三溪勾结邪祟，犯下此等血案。什么？白三溪？他为人仗义，嫉恶如仇，怎么可能与血一道为伍？这其中必有猫腻。贼喊捉贼的把戏罢了。赵道长、陆权，随我走一趟渠城，我倒要看看这刘氏兄弟在搞什么鬼。王都尉，您可算来了。那白三溪丧心病狂，我等派兵围剿，却被他杀出重围，我弟弟刘父还因此受了伤。阿福，别叫。刘将军，你这府衙似乎不太干净啊。监视法术与血一道同源，这么卖力，原来是给我们看戏。王都尉说笑了，妖邪作祟，我兄弟2人早已将府衙内外清扫干净，不敢有丝毫懈怠。藏头露尾的东西，给我滚出来！是血一道的隐魅，竟在此处监视。刘轩，你现在可以解释一下了吗？刘将军，还是说要我请那位藏在城里的鬼医袁不空先生一起聊聊你们解封镇魔窟的大计？渠城阴谋一朝败露，在太子派来高手的协助下，血一道企图解封镇魔窟的计划彻底破产。王玄献策有功，获赐白虎明光铠，然太子亦敲打其行事霸道，罚俸3月，以示惩戒。都尉，是萧家的请柬。墨家山城已经竣工，萧家在那里举办滨州盟会，广邀各方势力，说是要为滨州定规矩。定规矩？我看是想借机当滨州的霸主，野心不小。永安底蕴尚浅，不宜争先，此宴以稳为主。春妮，将作营的军备改良必须加快。怀贤，道一门新来的弟子全部编入伤兵营，战士我们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诸位，城外有2拨人马请求入城，一队自称是渠城刘家之人，另一队打着并州萧家的旗号。让他们进来。都尉，我们已经深入坎原山脉30里，此地山势险峻，瘴气弥漫。事后回报，前方10里有一处背风山谷，适合扎营。军士们的状态如何？虎豹军文法与血煞断体术的融合，可还适应？何止是适应，兄弟们感觉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您看，不错，军阵煞气已成气候。凭借这股气势，即便单独对上炼气化神的高手，我也有一战之力。传令下去，全速前进，日落前在山谷扎营。
是鬼物，戒备，全军戒备。八荒精神骨，梦。王璇，你果然有几分本事，乖乖投降，本座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些。区区血衣道的余孽，也敢在本都尉面前狂吠，给我拿下！真君饶命！真君饶命啊！小的只是个带路的，什么都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你就没有活着的价值了。春妮，剥了他的皮，给将士们做个围脖。我都说，这坎原山脉是三仙庙的地盘。三仙庙？什么东西？是一个信奉邪神的教派，山里大大小小的妖潮都听他们的号令。那个血衣道余孽不知怎么搭上了三仙庙的路子，借着山里一座古辽国祖庙的龙脉修炼邪术，想抢夺真君您的宝救去炼丹。你竟敢找到这里，借古国龙脉行血衣道邪术，你倒是会选地方。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死期！我已布下慎毒绝命阵，你们所有人都将成为我修炼的养料，给我死！军阵，煞气，凝！破！清理完鬼穴后，王玄等人在祖庙的密室中发现了大量竹简和壁画，壁画上记载古辽国皇室为求长生，以走阴术沟通域外邪魔，创造出人丹邪术。伟伟，这肾皮术能研究出什么吗？会都尉，此术颇为精妙，若能化为己用，或可制成一种特殊的道柄，请得数下一些时间。好，三仙庙势力庞大，暂不宜硬碰，当务之急是利用此地龙脉，彻底炼化君文大义，将这坎原山脉变成我永安府的第一道铁闸。从今天起，你为我耳目，给我盯紧三仙庙的一举一动，办得好有你好处，办不好，小的明白，小的愿为真君效死。大人，将士们的虎豹军文法好像不一样了，煞轮与军文彻底融合，气息比之前强了何止1倍。不错，此地龙脉正好补全了功法缺陷，如今已是龙虎军文法，龙虎交汇，煞气自成循环，这才是真正的百战精锐。有东西过来了，数量不少。哪来的丘巴，竟敢动我们三仙庙看上的龙脉，真是找死！三仙庙，正好，省得我去找你们了。狂妄！儿郎们，给我撕碎他们，血肉当作点心。一群长虫也敢放肆！重明灯，起！这是专克妖邪的法器。八荒精神骨。不可能，这是什么蛊？撤，快撤！现在想走，晚了。军阵，绞杀！报真军，龙峰府军屠苏子明将军一部，在西面山谷被妖军主力围困，伤亡惨重，即将全军覆没。屠苏子明，他们怎么也进山了？不必多问，全军集结，随我支援。顶住！都给我顶住！屠苏将军莫慌，永安王玄前来助阵。王玄兄，大恩不言谢，若非你及时赶到，我等今日恐怕都要交代在这里了。这位是太医教的弘元真人，多谢真君援手，举手之劳。不过，屠苏兄，你们龙峰府军不在边境驻守，为何会深入这坎原山脉？实不相瞒，我屠苏家先祖曾追随前朝龙虎大元帅贺连成，元帅晚年隐居于此，一部无上秘典八景炼形炼神术也随之失踪。我们得到线索，此术就在这坎原山脉之中。我教也是为追查三仙庙而来，这伙妖魔实力极强，其首领曹洪天手段通天，更不知从何处寻来一头风太岁魔物，污秽不堪，沾破法力神通。我等就是吃了这魔物的亏。八景炼形炼神术，风太岁，看来这坎原山脉的秘密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既然目标一致，你我三方不如联手
正有此意。贫道附议。这些妖魔盘踞山中，必有老巢。我推测，这山脉深处极有可能藏着一处洞天福地。那八景炼形炼神术与三仙庙的目标，或许都在其中。我们不能坐等他们准备妥当。我一三方定计，红元真人，你与太一教门人先行休整恢复。颤。屠苏兄，你的边军精于侦查，派人摸清山中各处妖巢的具体位置。没问题。我则亲率永安府军分路扫荡外围妖巢，把谁搅浑？他们不是想悄悄破开什么封魔窟吗？我偏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打乱他们的节奏。想跟我玩阴的，那就看看谁的动静更大。记下此地位置，通知其他队伍扩大声势。今夜我要这砍原山脉再无宁日。王玄一改稳扎稳打的策略，命永安府军化作无数支利箭，以惊人的速度穿插于砍原山脉。他们不再追求群歼，而是以雷霆之势冲击、驱赶、搅乱，将整个山区的妖魔搅得鸡犬不。岂有此理！那王玄小儿欺人太甚，我的洞府被他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他兵锋太盛，我等各自为战，只有被逐个击破的份。为今之计，只有联手，设伏杀他一阵，挫其锐气。我同意。我已探明，他一支主力必经的前方一线天峡谷，地势险要，正是我等伏击的绝佳之地。王玄，今日此地便是你的葬身之所。朱雀军，放！青龙军，以木为引。不好，是加持了法术的火箭，快撤！现在想走，晚了。一日之内连破7座妖巢，镇斩虎二妖。这王玄真君简直是战神将士，他的永安府军战力竟如此恐怖。八斗道友，研究可有进展？这些妖丹与那封太岁魔物可有关联？有点眉目，这些妖丹的祭炼手法很特殊，似乎是在催化某种东西，但具体是什么，还需要时间。贫道观此山气脉非凡，或许藏有洞天秘境，不知真君那边可有关于那八景炼形炼神术的线索？真君只管打仗寻宝的事，哪有那闲工夫？真人，我这要开炉了，您请自便啊，小心炸炉。王玄小儿，让你尝尝本大王的叫回术。该我了。大王神威，他中招了！哈哈，任你神通盖世，中了本大王的叫回术，也得乖乖引颈受禄。引鬼去取他头颅。是吗？不，传令，全军出击，趁夜踏平魔云岭，一个不留。真君，我们在妖王寝宫发现了这个。有意思，看来真正的秘密还藏在后面。王真君，没想到这砍原山脉深处竟藏着三仙庙这等毒瘤。吴苏兄客气，若非你我两府联手，再加上真人相助，这山川大阵确实棘手。三仙庙那3个妖孽不过是选界之己，贫道担心的是他们背后另有根源，此行我等务必斩草除根。时不我待，真人、屠苏兄，准备出发。这便是三仙庙以山川地脉布下的护山大阵，阵中不仅有迷魂幻象，更饲养着一头上古魔物风太岁。不知死活的东西也敢来闯我的山门，小的们让风太岁去会会他们。弓箭手准备，放箭。此物乃污秽之气凝聚，刀兵难伤，法术难侵，必须先破阵眼。
烛龙演成了。屠苏兄，让你挥下神斧印，对准那棵最高的松树，无差别覆盖。红元真人，请您以雷法助我，扰乱大阵气息。好，神火营听令，目标正前方古松，上火油，放火箭。他怎么可能看穿我的真身？五雷正法破邪。想走，可惜让他逃了一缕灵。我们进山。风魔窟，难道这三仙庙还镇压着什么大魔头？不对，这不是镇魔的符文，这是镇神的符文。镇神？100年前有一位天纵奇才，名为八景神君，他修炼异类真仙传承，妄图以身化神，结果走火入魔，祸乱天下。当时李元将军将其斩杀，贺连成大帅以无上法力将其残魂镇压于此。你的意思是，这三仙庙的三妖是想放出八景神君的残魂？恐怕他们本身就是被那残魂操控的傀儡，必须立刻毁掉此地，否则后患无穷。那就打开它，我倒要看看这神君的洞府里藏着什么秘密。多谢你们打开封印，杀光他们，抢夺神君传承。屠苏兄，借你的雷火珠一用。好胆！情况有变，所有人交替掩护，撤出洞窟。好险！贫道要先回山门禀告掌教。王真君，此地妖幻已成气候，我需即刻回府调集更多兵马。二位慢走，剩下的交给我永安府。传令下去，以三绝阵封锁各处要道，将残余妖邪尽数歼灭。另外，派人进去搜集那些人担保救，一件都不能少。八景神君贺连成，此行收获倒是不小。数月后，仙泉县军鼓车竞赛，此赛不仅是军备展示，更是各方势力角逐声望的舞台。胜者将名扬四方。魏家的朱婆龙势不可挡，看司马家的机关战楼开始压制了。萧家的地灵战车真是神出鬼没，防不胜防。王玄，你的破铜车也敢来凑热闹，给我滚下去！艮山，给莫法。互相牵制吗？正好，龙鳞冲！赢了，永安府的王真君夺得了头筹。王真君，这是我墨家的一点心意。水火云集虽是仿品，但攻防一体，关键时刻可护一成周全。从此，青柔和墨家的未来就托付给真君了。岳丈大人客气了，这是小婿的回礼。一门改良玄铜的秘术，名为五色铜。此术竟能将凡铜炼成堪比玄铜的五色宝铜，真君这份礼太重了。不重，墨家擅长机关器械，却苦于玄铜稀缺，长寿掣肘。有了此术，墨家便可自给自足，摆脱风险。我已上书工部，建议由墨家统一改良军备，价钱就按玄铜的市价来。真君大才，老夫代墨家上下谢真君再造之恩。启禀真君，萧家出事了，他们清查妖术，引发内乱。神机阁派驻的修士趁机叛乱，裹挟了数辆地灵战车出逃，如今下落不明。萧剑秋已紧急回归，彻底封锁了山城。自断一臂，倒是果决，多多留意便可。遵命。王玄，这次的名将谱，你莫要争那个头名，还请王爷示下。是萧家山城内乱，让他们元气大伤，急需一个名头来稳住人心。他们这次是下了血本，连压箱底的龙象墓地图都拿出来做筹码，还请动了毕方军为他们站台。毕方军，看来他们是志在必得。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地下另有安排。这个头名注定不属于你我，强争无益，反而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多谢王爷提点，王玄明白了。你懂事，本王也不会让你白跑一趟。这是九窍金丹，是宫里流出来的炼体圣品，足以助你凝练煞轮，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吞贼煞轮，真正的力量是我在自己手里的，一个虚名换一枚九窍金丹，这笔买卖你稳赚不赔。王爷厚爱，王玄铭记于心。王玄，久闻大名，我萧家丢的面子，今日便由我亲手讨回来。萧校尉的地火神通确实不凡，可惜遇到了我。
狂妄，看我焚天逐海！你输了。第一场算你厉害。第一场王玄胜，第二场比试破阴阳，考验的是观星望气、寻龙点穴的堪舆之术。此局非我所长，我认输。有了这宝贝，天下之大，何处去不得？神机阁的叛徒，山城的妖孽，一个都别想活。这所谓的妖物袭击，不过是我萧家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借王玄大笔吸引耳目，实则清理门户，顺便将知晓神机阁核心机密的叛徒与妖物一并灭口。萧伯承已在沙盘上布下天罗地网，将王玄的数万兵马诱入一处绝地峡谷。王玄，你已是瓮中之鳖，此战你必败无疑。我三面设伏，你插翅难飞。萧校尉兵法娴熟，可惜只知地利，却忘了天时。此地7月，正值雨季，我只需派一支小队，在上游掘开河堤，引山洪倒灌。你的10万伏兵，不需我一兵一卒，便会尽数葬身鱼腹。此局胜负已分。萧家萧仲谋现九龙岭龙象木土有功，特赐名将普头名，敕封九龙岭山神。永安府王玄屡破大案，功勋卓著，擢升为虎贲军都尉，赐炼器图谱1套。虚名换实权，兵法换兵器，这笔买卖不亏。成了，用你带来的太阴玄煞和9窍金丹的药力，综合这7凶卑丝，终于练成了丹气道兵，每一句都有堪比道级修斯的实力。真人，萧家清查妖术，动静不小，你可知其内情？那不是清查妖术，是追查一个隐藏在暗处的庞大势力。什么势力？一个连我都感到恐惧的势力。这些年，从北境大汉到东海妖幻，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他们行事狠辣，毫无底线。我怀疑10绝种魂术也与他们脱不开关系。竟有此事？你让墨家的人立刻停手，不要再查看任何关于机关术源头的线索。这帮人连萧家的神机阁都敢渗透，墨家在他们眼里连蝼蚁都算不上，再查下去被灭口是唯一的下场。王都尉，情况不对劲，这几天万妖盟的妖物一直在外围袭扰，但只骚扰不强攻，一打就退，退了又来，像是在遛狗。他们是在试探我们的虚实，同时也在引诱我们。前方10里也发现一处山谷，妖气冲天，但谷口并无重兵，是妖物老巢。末将愿领一军直捣黄龙。直捣黄龙？我怕是直入鬼门关。这些妖物深谙兵法，绝不会把老巢这么轻易的暴露出来。屠苏校尉，你可曾听说过元光术？略有耳闻，是道门窥探天机的秘法。妖物也会。我们在这里的一举一动，恐怕都在人家的监视之下。他们在谷里设下了陷阱，就等着我们一头钻进去。这帮畜生竟如此狡猾，那我们该如何是好？他们想请君入瓮，可以，只不过我们得先把他的瓮给砸了。传令，将所有床弩推到阵前，对准那处山谷。都尉，这可是您从炼器图谱里复原的破阵弩，每一件都价值1000金，用来打这些山石，是不是太浪费了？真正的阵眼藏于无形，他们用禁制阵法隐藏了真相。那我们就用最强的力量，把这层伪装给我撕开。放！这是古辽国宗庙遗迹，原来这才是隐龙禁地的真面目。没错，这里的图腾，这里的技术，都是古辽国时期的风格。师尊，找到了，我们鹰门的根找到了。郭先生，这上面写了什么？王大人，我鹰门并非什么左道邪魔，而是帝皇传承。上古之时，帝皇执掌大地，教化万民，后人尊其为后土。我鹰门先祖正是帝皇座下辅佐神明，执掌幽冥轮回的阴官。这宗庙便是的黄教的最初道场。安魂经，还有失传的炼尸术、通幽术、地脉堪舆术，我帝皇教我鹰门复兴有望了。郭先生，你立刻带着这些传承赶赴神都。乱世将至，这股力量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属下明白，我即刻出发，联络旧部，重组鹰门，以帝皇教之名重现于世。神都之内，燕皇借妖术禁令，引蛇出洞。玄鸟军团领太一教雷霆出击，太一教主显露地仙修罗。虽未能将幕后背水连根拔起，却也将其重创。万妖盟更是闻风丧胆，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徐承风魔窟遇袭，刘宣德王玄遇警，
联合排教与刺客门高手，有惊无险的挫败了妖物图谋。万妖盟已败，我等愿率领砍元山脉残部归顺王都尉，只求一条生路。你们为祸一方，如今大势已去，才来投诚，叫我如何信你？都尉明鉴，我等修行不义，从不敢与朝廷为敌，皆是受那幕后黑手胁迫。如今枷锁已脱，我等愿立下血誓，永为都尉驱驰，镇守这砍元山脉，绝无二心。好，砍元山脉地大物博，正缺人手，你们的命我收下了。从今往后，遵守我的规矩，便有你们的立足之地。多谢真君，多谢真君开恩。数月之后，王玄于砍元山脉深处闭关。太虚阴阳诀总算小有所成，阴阳玄煞随心转换，这烛龙眼也终于蜕变成了能观天地气运的天眼。真君，此地便是古籍中记载的大楚古战场，煞气冲天。传闻有巡天军在此全军覆没，数万年来无人敢深入。不是传闻，这里的确埋葬了一支精锐大军，那血球便是大军煞气与地脉龙气所化。这竟是传说中的大楚巡天宝船，以军魂煞气为骨，地脉龙气为帆。这气息是邪修，看这人面流的模样，恐怕和传闻中太岁真君的传承脱不了干系。该死的妖术反噬！快去把那支伤队的人都抓来，老祖我需要吸些精血压制伤势。老祖，那伤队有修士护卫，怕是不好对付。废物，那就连修士一起宰了。只要找到古战场下的洞天邪物，老祖我便能借此突破。到时候，什么玄鸟军团，什么太一教，都得死。祖老弟，如今万妖盟已自左翼黄花，真君雄才大略，又有帝皇传承在手，未来不可限量。你何不随我一同投靠，共谋前程？黄老哥，不是我不识抬举，只是那古战场，我们这些山中精怪提起来都害怕啊。传说那里晚上会亮起一盏黄泉明灯，但凡见过的魂魄都会被勾走，凶险得很呐。好一艘宝船，小子，把它献给老祖，我便赏你一个全尸。一仙道的邪修也敢在我面前猖狂，你身上这股人妖驳杂的臭味，真是令人作呕。找死！给我上！阴阳玄煞，你究竟是什么人？想走？我的法力，说出你知道的关于此地和太岁真君的一切。哈哈，告诉你又何妨？古战场之下，镇压着一条上古凶兽修蛇。当年大楚皇族命巡天军在此布下通幽大阵，想要寻找传说中的洞天福地，结果却引来了异界邪物，导致全军覆没。什么？而太岁真君，他正是借着那异界邪物降临的力量，一举突破了地仙。哈哈，这洞天每隔100年便会开启一次，算算时间，就是今天。黄泉明灯，是黄泉明灯亮了。真君，那便是洞天入口，下面还有修蛇凶兽，我们修蛇出世，生灵涂炭，传令屠苏子民，全军后撤10里，封锁古战场，任何人不得靠近。是，那我们现在等，我倒要看看这洞天里究竟会出来什么东西。凝神，以魂力为锤，千锤百炼，将你的意念烙印进去。此物名为听云，从此它便是你的新耳朵。我感觉到了，虽然微弱，但我又能感应到灵气的流动了。又是那些噩梦，无数人在我耳边祈祷、哭嚎，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影子，是众魂术的残留记忆。看来那个幕后邪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棘手。将军成了，按照您的图纸，融合了玄虎与那修蛇精血，新的龙虎大阴炼成了。好，有了它，辅军兵士的军文威力至少能再提3成。立刻准备材料，我要亲自为亲卫营换装新军文。祖速禀报将军，就说陈琼待会要饭，有要事相商。将军，属下护送这些守村人回永安的途中，在黑风口遭遇了袭击。什么人？对方并未现身，只用了一种极为诡异的假梦妖术，直接攻击马车内的人。若非一位高人暗中相助，我们恐怕已经全军覆没。高人？朕背后在下萧仲谋，冒昧了。萧家人救了我的手下，又主动现身，有何目的？直说吧。不敢在下此次前来，
是想揭发一桩丑事，并向将军求援。袭击陈将军的是万妖盟的妖人女叉，而雇佣她的正是我萧家大房。理由？我萧家大房早已暗中勾结万妖盟，他们软禁了族中所有反对的长老，意图将整个萧家变成要挟在滨州的据点。他们派人截杀，就是怕这些守村人落在将军手中，暴露他们参与种魂术的秘密。你们萧家在滨州根深蒂固，为何要做要挟的走狗？因为一个人，我的堂兄萧剑秋，他当年曾是边军校尉，牵涉一桩军粮贪腐旧案，本该问斩，却离奇脱身。我怀疑他那时便已和某个幕后黑手搭上了线。边军旧案，萧剑秋重魂术，万妖盟，陈求将所有守村人立刻送去给八斗真人，让他务必稳住他们的神魂，并尝试从残留记忆中找出那个幕后黑手的蛛丝马迹。是。陆勋，传我将令，明日一早，我亲自返回古战场大营，为所有将士刻印新军文。要挟既然已经出手，大战随时可能爆发。遵命。真君萧家勾结要挟，滨州局势动荡，我们是否要上报朝廷，请兵支援？上报朝廷，等他们的旨意下来，永安府早就成了一片焦土。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等，传令下去，全府上下一切如常，该演武的演武，该巡街的巡街，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将军，这是装傻？没错，敌人以为我们在明，他们在暗，那我们就装作看不见，让他们自己跳出来。我要让他们知道，在我王玄的地盘上，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如何？将军，新军委已全员刻印完毕，将士们的战力比之前至少提升了3成。这是我以地刺龙筋为核心，融合百炼金筋新炼成的龙筋金羽剑，每一支威力都不下于法脉修士的重器。我不管敌人是人是妖，藏得多深，敢来永安府，就用这些剑给我把他们钉死在城外。遵命。将军，不好了，城北出现大片妖云，正朝我们压过来。好一座雄城，好浓郁的生灵气血。王玄，本座女叉奉盟主之命来取你的城，收你的命。万妖盟终于肯露面了。陈求，末将在。传令，开城门，迎敌。将军，敌众我寡，何不绝城而守？守。我王玄的兵从不学这个字，我要让全天下看看，犯我永安者是什么下场。废物，一群废物。王玄，你的杂兵挡不住我。啊，这是什么法器？你废话太多，还想跑？黄泉岭的诗经说，谁派你来的？真君饶命！真君饶命！是萧家的萧剑秋，是他让我们来试探您的实力。将军根据口供，萧剑秋不仅勾结了万妖盟，还在暗中寻找一处上古地仙道场，似乎想在里面找什么东西。看来他图谋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另一边，哈哈哈哈！李元老狗的血杀断体术不过是风太岁的养料，今日我便以人丹为义，神功大成。此去滨州，风高浪急，夫君万事小心。放心，萧剑秋这颗毒瘤已成气后，朝廷命我出巡滨州，平定各地隐患，我正好带上他们，看看能否在路上找到破解种魂术的线索。那我陪你一起去。好，全军出发。玄武阵收，弓弩营3轮齐射，放。妖孽频道送你归墟，请为玄天印。哈哈哈！王玄，你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萧剑秋，你竟还敢出现？出现！我今日是来送你上路，你坏我大事，朝廷又将我定为叛逆，我已无路可退，今日便拿你的命祭我无上魔功。杀了你们，就再没人知道我是如何开启道场了。你身上的东西交出来。前辈是何人？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那没令牌，找死！王将军，贫道宏远奉广元教主之命前来拜会。真人客气了，请坐。将军，贫道此来是想提醒将军一句：无量山之行，万事小心。真人此话何意？将军可知，我太一教如今内部分裂，以社稷坛为主的激进派主张立即开荒拓土，甚至不惜提前对晋国开战，以攫取功德气运；而陆坛一脉则主张稳妥，认为时机未到，两派相争，以势同水火。那戒坛呢？我戒坛一脉执掌教规，居中调和，可惜收效甚微。此次无量山妖邪作乱，名为抓妖，实则恐怕是社稷坛借机清除异己的手段。
真人的意思是，我也会被卷入其中。将军如今声名鹊起，又得太子殿下看重，正是社稷坛想要拉拢的对象。而且据贫道所知，燕皇陛下似乎也有意采纳社稷坛的建议，伐晋之战恐怕会提前。这玄州已是龙潭虎穴，多谢真人提点。王某明白了，这次社稷教坛，我会尽快办完事，然后立刻离开这是非之地。将军能如此想，便是最好。贫道告辞。突破了，这就是吞贼境吗？恭喜王将军得此大机缘，看来将军果然是我兵家天命所归之人。小心罢了，多谢真君成全。机缘已了，是时候为那些枉死的弟子讨个公道了。星宇勾结南晋，祸乱我教，已就地伏法。至于白鹤，本座阳神已出，他逃不掉。王将军，让你见笑了。内奸已除，社稷教坛今可重开，此事关乎天下气运，更关乎那几个无辜惨死的魂胎。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天地无极乾坤戒法，溯源追魂险。席绝囧魂，逆袭转生。萧剑秋，你这枚棋子也算物尽其用了。待我周敖攻城，整个北燕都将是我的幻龙场。幻龙是周家麒麟子，周敖不对，这气息是大魏幽帝李环，他竟然没死，还用10绝种魂术转生了。周敖、李环，原来这才是幕后真正的黑手。将军，此辽牵扯甚大，未来之路凶险万分。这几本我兵家不传之秘，覆海卷、万劫断身法，还有这件储物法宝洞玄臂，你且收下，或能助你一臂之力。真君厚赐，王玄愧礼。这广元老道，怕不是想拿我当枪使，去和那幽帝周敖拼个你死我活。真君，玄州是鸟，我等奉太子之命，还需回京复命，不便久留，这便告辞了。也好，山高路远，将军保重。将军，咱们接下来去呢？先找个地方落脚，京城和玄州暂时都成了是非之地，不宜回去。将军，你看前面有厮杀。白琴，来者何人？还不速速离去！此地危险！不好！你们在此策应，我去救人。畜生，休得伤人！给我碎！将军他何时变得如此强悍了？这还是肉体凡胎吗？将军融合了那同铸灵玉，以铸就神兵之躯，今非昔比。以手以诛，全军用佛清剿余孽。白琴，真的是你？阁下认错人了，我乃莫州白家白鹰。我是王玄啊，你不记得了吗？站住！我再说一遍，我叫白鹰，不认识什么白琴。阁下再口出狂言，休怪我枪下无情。不对，他不是白琴。白琴的眼神温柔似水，而他的眼神却像淬了冰的利刃，气质、神态，除了这张脸，没有一处相像。可这世上怎会有如此巧合之事？多谢阁下出手相助，大恩不言谢。敢问阁下高姓大名，为何会出现在此地？永安府，王玄，奉命办差，路过此地，见有袍泽遇险，出手相助，分内之事。永安府王玄，可是那个独守北境孤城，以3000兵马吓退南晋10万大军的杀神王玄？原来是王将军当面，白鹰失敬了。今日若非将军神威，我这百名兄弟恐怕都要葬身于此。白将军客气了，只是这些僵尸来历诡异，凶悍异常，似乎与寻常邪祟不同。将军所言极是，我等奉命追查这批邪物已有多日，他们数次袭扰村镇，背后必有妖人操控。我正准备回营上报此事，如今莫州境内也不太平，不知王将军接下来有何打算？若不嫌弃，可随我回白家大营暂作休整，也好让我父亲当面感谢将军的救命之恩。幽帝之事，如一张大网笼罩天下，京城和太医教都不能久留。这茂州，这白家，还有这个和白琴一模一样的白鹰，或许这里就是我暂时的破局之地。如此，便叨扰了。清点伤亡，带上阵亡兄弟的遗体，收拢阵邪，回营。可是永安府王都尉，奴才奉王爷之命，在此恭候多时了，请随奴才入府。王都尉，莫夫人，您看，我们这安庆城最有名的便是这街头的百戏。哇，好神奇的幻术，竟能引动杀肾之气。并非幻术，只是利用了特制的灵活粉末，在空气中快速燃烧形成的肾结罢了。不过看他看得开心，不说破也罢。
王都尉少年英才，久仰大名了，一路辛苦了。王爷过誉了。莫夫人真是钟灵毓秀，说起来，我与夫人还曾师出同门呢，以后可要多亲近亲近。王妃言重了，是轻柔的荣幸。此番前来，名为赴宴，实为押运太康新城的100万石粮食。这秦州王如此热情，恐怕盯上的就是这批粮食吧。听闻永安府王都尉一手撒豆成兵之术出神入化，今日群英毕至，不知王都尉可否让我等开开眼界？既然魏公子有此雅兴，王某自当奉陪。玄兵听令，起。4象3才阵，起。王都尉刀法通玄，天书心服口服。王都尉，冒昧打扰，吾苏公子有事，都尉神威，子渊佩服。我知都尉此行目的，若都尉肯助我接手秦州商道与龙峰府军，子渊愿为都尉马前卒。这是你的投名状，想借我的手帮你夺权吗？有意思，这是你的事，与我何干？夜深了，屠苏公子请回吧。都尉，阿福锁定的气味就在里面。这里是大魏朝陈城遗址，如今是三教九流的汇集地，由道门维持着表面秩序。南晋刺客齐洛川多半就藏匿于此。陈城地脉复杂，易守难攻，是个藏身的好地方。进去看看。擅闯鬼城者死。玄彬，起。挖了地道，追！老李，刑部失踪的李捕头，他怎么会在这儿？把人交出来！大胆！王玄，坏我轩辕教好事，你等着！别杀我！我是雍王爷的人。雍王爷，皇族也牵扯进来了吗？小家伙，神魂挺稳固吗？在本宫的鬼域幻境里，还能站得这么直？阁下是何人？为何要保南晋刺客？他啊，算起来也是南晋李氏的后人，身上流着点故国血脉，我看他顺眼，就想保他一命。怎么，你有意见？师尊，道门魁首的师尊，这位竟然是前朝公主，区区幻阵还困不住我。有点意思。这样吧，你放他一马，我给你一个有关完整封神术的线索，如何？你务必保齐洛川周全。我答应。王都尉，不是我们不尽力，只是这炼制4灵军旗的主材蛮荒灵蚕丝线早已被几大世家垄断，我们实在是弄不到啊。可是永安府王都尉当面，哎呀，久仰大名。阁下是？王都尉，我是杨延嗣，我来是求你救命的。只要你肯随我去一趟漳州长生殿，为我那中了血咒的孩儿解咒，别说区区灵蚕丝线，陈家、林胡家的宝库我都给你打开。好，我答应你。王都尉，你看，又是魏家和陈家为了争夺那只双尾灵狐的战兽配额，居然设下了生死雷。这陈雷山的弟子竟连请黄仙上身的秘术都用出来了。跳梁小丑，哗众取宠罢了。这岩板与之前秦州王所赠的冰图残片质地和纹路竟有7、8分相似。店家，这块岩板怎么卖？客官好眼力，此物乃幻星海出土的上古遗物，可惜无人能解其奥秘。你要是诚心要，5色铜兑票拿走。王都尉使不得，这玩意儿在神都号称第1鸡肋，多少鉴宝大师都看过，就是块废石，买了可就砸手里了。无妨，我不好弃真，就好收藏些稀奇古怪的古物。王都尉，看在你答应去救我孩儿的份上，我再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你可知为何朝廷要分设9军，互不同属？愿闻其详。因为那饕餮军的大印能融合9宫军阵，如今9军正对应9宫将印，这些将印都要等到上元宫宴由陛下亲自封赏分配，这背后水可深着呢。王都尉，秦捕头，何事如此兴师动众？出大事了！帝皇教一名长老为了救他那早夭的孙子，竟偷走了教中技术过阴术叛逃，此术有伤天和，后患无穷。根据线报，他很可能逃往了城外的大楚古城。帝皇教过阴术，大楚古城先是南晋刺客，现在又是帝皇教叛徒，所有的线索似乎都指向了那片废墟。原来如此，这不是简单的兵图，而是上古修士用来观想修行、引动星辰之力的组合观想图。
头儿，找到了，人已经死了，身上没有外伤。爷爷，我好老。不好，这是过阴术失败后残留的执念。这古城里有东西截胡了。陛下，饕餮军印事关国本，将如此重要的乾隆印交予一个边军都尉，是否过于草率？罗老无需多虑，边军亦是我代言之君，殊为疆土，功不可没。九军轮替，能者居之，此事正义已决。此印灵力流转，竟与我的混元阴阳诀隐隐呼应。看来这9大军印并非简单的兵符，其神通威能，怕是因人而异。放箭！王都尉，快看，是南境刺客！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乾隆印，来咒！原来解咒之药在你身上，这不是简单的恶咒。这是一整个王朝覆灭时亿万生灵不甘的怨念，是国殇。原来如此，万劫神光，给我破！小友能破此国殇咒，可见天命在你。你看到的黑影，乃九幽鬼国之物，古周因此而亡。如今那南界的魏幽帝，怕是想打开黄泉岭的封印，引鬼国降临人间，届时人族危矣。昆龙阵势，后土为风，好强的风阵之力！原来昆龙印能引动地气，主风阵。9大军印果然各有所长，我必须尽快掌握乾隆印的真正用法。混元阴阳诀终于成了。将军，各州府军在得到军印后，已经开始疯狂整编扩军，军备竞赛已然开始。我们滨州底子薄，该如何是好？根基不在于人多，而在于精锐。这巡天船便是我们乾隆军的根基。你传我命令，安抚各府军，让他们稍安勿躁。是，末将明白。柳兄，我本以为将军只是得了军印，没曾想竟有如此通天彻地的手段。此等妖物，他是的闲当面也得推比3舍。我等之前还担心并州根基浅薄，真是坐井观天了。将军有神龙之姿，追随将军，何愁大事不成？我亳州柳家定全力以赴。不错，我玄州谷家亦然。这是此为巡天7宝楼船炼器，便是我乾隆军日后的根基。升空为剑，落地为城，进可征伐9幽，退可庇护万民。炼制此船耗费巨大，朝廷会承担一半，剩下的一半，我希望与诸位共同筹措。我王玄在此立誓，待巡天军开荒拓土，所得利益与诸军均分。将军为国为民，我南方4州岂能袖手旁观？罗家院献上祖传的龙背金蛟100斤，此物可为宝船龙骨粘合之用。王将军，我魏家不要分利，只要这修蛇之血，我愿以我周家先祖留下的祭龙玉交换。此玉可聚拢龙气，加快宝船炼制。好，罗家主，魏将军高义，有各位相助，大事可成。子民记下。是。军制也续革新，即日起，原4州精锐整合为4灵军，主修青龙遁法，为宝船骑兵。血浮屠与藤甲军并入中军，雷剑法坛直接搬上宝船，构成天地协同之势。谨遵将军号令。龙骨乃宝船之基，拼接之处若不牢固，高空之上受罡风一吹，便有船毁人亡之危。将军莫急，我柳家为此早有准备。长老，此乃是铁妖藤之肉，以云铁为食，以血肉精华为养。我们用云铁粉末和修蛇内脏喂养它，由我家长老施展灵芝秘术催生。好一个是铁妖藤，龙骨之患已解。将军，等巡天船建成，北上不可行，唯有南征可搏。此处便是万龙窟，另一处是幻星海。我等正以阵法推演其内部地貌与禁制，为日后探查做准备。辛苦大伯了。情报说9幽鬼国即将出现，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不过等船建好，要请南方4州世家大族来观礼。将军请看：起定心盘，起旋风帆，起步云旗，破天弩放。乾隆，威武！王将军神威，我罗家院献上蛟龙骸骨一副，只求能与乾隆军合作，共同开发海疆。如此，南下之路便可畅通无阻。就是这里，地磁龙晶的气息与雷霆相应。哇！
王玄，你的先成令于这第4龙金，我南境百脉高手谭抬高，便却之不恭。嘿嘿，我这阴魔煞，就算是宗师也得晕上片刻，正好送将军上路。万劫破邪。他看也不看二人，猛地从怀中掏出仙成令，朝着万龙窟深处一处雷光最盛的死地掷去。你疯了，那是绝地。无妨，只是被迷了心神。周同，看好他们。是将军。壁画记载，我周家先祖曾在此与真龙立约，这地底囚禁着一头真正的巨龙。用你的祭龙玉试着沟通他。周家后人吾乃东海龙君，因触犯天条，被囚于此。一等寄来，便是元法，此乃完整幻龙术，善用之，可助你等驾驭天下龙水。万龙窟地此，乃吾之精魄所化，取之亦要成其因果。王玄使用沙盘推演，还有一个禁地，名为幻星海。随后独立一人来到幻星海，没想到一来就中了幻术。区幻想，也敢乱我道心，给我破！诛心听我号令，是。报将军，兵部800里加急。南境水师偷袭太和城，灵狐元帅所领的水军败了一场，双方大军隔河对峙，